Hello， 欢迎回到吉米的频道。那在前面几集里面呢，我们带大家探索了日惹郊区的一些景点，包含了最知名的普罗佛图以及普兰巴南，还有上山下海的冒险，深入探索洞穴里面的耶稣光，以及呢进入到仿佛世界尽头的提马海滩。那如果说你错过了前面的几集影片的话嘛，那赶紧跳回去看看吧，因为那些绝对都是来到日惹不能错过的地方哦。那今天呢，让我们把目光转回到日惹的市区里，这座城市呢还有很多值得我们探索的地方。那既然提到市区，就不得不提到日惹的宇宙中轴线。这条呢以日惹皇宫为中心的中轴线，由南到北呢将莫拉皮火山跟皇宫还有印度洋连接在一起。其中呢，这条经过日惹纪念碑以及皇宫的中轴线呢，也是目前日惹市区里面最热闹的地方，它就是马里波罗街。那如果说大家有来到日惹游玩的话嘛呢，要找住宿，就建议大家沿这条大道呢，会是最为方便的。那这条大道呢，无论是白天或是夜晚呢，都非常的热闹。如果大家旅行了一阵子，有点吃不惯当地的食物，想要找一些异国料理啊，这条大道的两侧呢，一定也都可以找得到，甚至还有珍珠奶茶跟百货公司哦，非常适合就是你旅游久了，然后想要找个地方好好放松。那既然我们提到了日惹皇宫嘛，那就让我们先来从这个景点开始讲起吧。那这座皇宫呢，是建造于西元18世纪的，中间呢曾经遭到英国的军队所洗劫，因此呢至今呢都还在修复中。那皇宫的内部呢其实是蛮大的，而且我们来的时候呢刚好还遇到了它的音乐的表演，那算是蛮幸运的。皇宫内部呢，还有部分的区域呢，目前是暂不开放的。那这主要原因呢，是因为日惹的苏丹皇室仍然生活在此处哦。那这也就提到了一个很特别的地方。印尼呢，虽然说如大家都了解到了，它已经是一个共和国了，但是呢，日惹仍然保有它比较特殊的这个政治地位哦。日惹特区呢，依然呢是由过去的日惹苏丹皇室所管理的。日惹的总督呢，就是由过去的日惹苏丹皇室世袭的，而它的副总督呢，则是由过去的梭罗苏丹王室所世袭的。那这其实呢，也跟印尼的这个独立过程中，日惹王室所扮演非常重要的这个角色相关哦。那过去呢，其实日惹王室呢，就在独立运动上面呢，非常的支持。那甚至呢，是印尼刚独立建国的时候呢，日惹的王子呢，还曾经扮演着国防部部长的这个角色。那这也跟呢印尼当时的这个政治困境有很大的关系。那相较于一般的独立运动或者现代化运动而言呢，印尼所面对的挑战呢，其实并不是来自于王室，而是呢来自于荷兰跟英国的阻挠。那这也就间接促使了王室呢跟人民是站在同一个阵线的。
皇宫内部的一个博物馆呢，有非常多的馆藏，那这个是需要再额外花钱买门票进去的。然后里面呢会有专门的人呢来给予大家导览，那里面基本上都是一些画作啦，然后呢主要是介绍日惹苏丹王室的。那在导览非常热情的这个分享下面呢，大家可以对这个日惹的苏丹王室呢有更深入的了解。离开皇宫后呢，还有另外一个非常知名的建筑，那就是水宫了。那水宫呢，其实就是以前作为皇室的这个休憩场所使用的。那听闻呢，日惹的苏丹呢，当时非常喜欢呢跟妃子在这边戏水啦，那因此而得名了水宫。那印尼文呢，其实是鲜花盛开的美丽花园的意思。日惹呢，毕竟是坐落于赤道附近嘛，气温真的不低，可以说是非常的炎热。但是呢，你只要一踏入水宫呢，或许是因为水池的关系吧，然后再随着凉风的吹拂呢，瞬间可以感受到这个地方的温度呢，算是低了不少哦。那整座水宫的设计呢，非常的典雅，相当漂亮的。那我觉得很有特色呢，就是在墙上有一个类似哈努曼的一个脸，然后呢，他张嘴吐舌的表情，然后让你整个心情呢，旅游起来呢，都觉得更轻松、更放松了。那题外话呢，这边有不少的网美在这边拍照，然后呢，算是蛮好出片的。所以说，如果大家想要拍出那种摩洛哥式的照片风格的话嘛呢，那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地方哦。那不得不说呢，在诸多东南亚或南亚的国家旅行呢，都可以常常的发现，在皇宫附近啊，或者是说在皇宫里面呢，都有像是这样的水池、水宫的一些建筑。看来怕热这件事情呢，古人跟现代人真的是非常共同的，大家都有这样的难题啦。那最后呢，在日惹市区还有一个千万不能错过的景点，那就是堡垒博物馆了。这个博物馆呢是荷兰殖民时期所遗留的这个建筑，那现在呢内部改为了博物馆。那这个博物馆呢占地不小，但是呢基本上能够进去逛的地方呢大概只有4个区域，然后呢其他建筑都是办公室啦。不过我觉得很棒的地方呢是这4个区域呢可以很完整的把日惹的一些历史所介绍完。那推荐大家，如果你刚到日惹，然后呢对这座城市还不够了解的话嘛呢，可以先来这个地方认识一下日惹哦。那我认为呢，这个博物馆不仅仅是充满这个教育意义，同时呢，它其实是一个散步或说发呆远眺城市的一个好地方。尤其是在日落的时候啊，那我们坐在城墙一角，然后喝着一杯饮料，吹着风，呆呆的看着这个路上的车水马龙，真的是很惬意，而且风景也挺美的。那整座日惹给我的感觉就是有种在放松之余，又带着那种历史跟自然还有现代的这种奇妙的平衡，算是整趟印尼旅程里面呢，我走过许多城市里面我最喜欢的一座城市了。那这个地方的人民呢非常友善，然后我们可以又很好的体验当地的文化跟历史，还有一些大自然可以深入去冒险。所以我推荐给呢所有有来印尼旅行的朋友，不要再只去巴厘岛了，日惹呢绝对是一个也值得你来旅行的地方哦。对了，再补充一个博物馆给大家认识哦，它的名字呢真是有点难念的，我就把它打在下面了。但这里面呢有非常多的历史文物，而且还有很重要的就是它非常用心的做了一些策展的影片。那我觉得呢算是沉浸式的体验非常的好，那非常推荐大家呢也可以前去，因为它呢其实也就在市中心里面呢，就在刚刚那个堡垒博物馆的附近而已。那最重要的呢就是它晚上呢还有皮影戏的表演哦。那它讲述的故事呢一样是之前所提到这个罗摩衍那的故事。那如果你有点忘记罗摩衍那是在讲什么的话嘛呢，可以回顾到这类影片，然后呢可以再去了解一下，这个对于印度史诗里面非常重要的故事来在说什么。
那关于日惹的冒险呢，我们就到这边结束了。下一集呢，我们就会飞到印尼的首都雅加达。那整趟印尼的旅程呢，也就即将到达尾声啦。那如果说你不想要错过接下来的旅游冒险影片的话嘛呢，就赶紧订阅我的频道吧。我们还有 IG 可以追踪哦。那更多这些旅行自信冒险的影片呢，也都在启明的频道。那就让我们下部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